你明明觉醒出和马红俊同款的邪火凤凰，却宁愿忍受那邪火焚身之痛，也没有选择和他一样为了压制邪火，整天去窑子里行那禽兽之举。此刻的你因邪火发作痛苦难忍，弗兰德带着马红俊找到了你，准备带你去寻花问柳。你还是这么倔强，要是再不找女人，你会邪火缠身，自焚而死的。是啊，萧哥，虽然我们自己年纪还小，但是这种事情无非是早晚的区别，长大了还不是要做的。红俊，人各有志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愿做那肮脏之事。你要是嫌弃窑子里的女人脏，我也可以帮你弄干净的。要么我花钱帮你买一个平民女儿的清白，或者找个年纪大些的少女当你的未婚妻。你明白弗兰德的苦口婆心，但你依旧坚持自身原则。这2个选择，我一个都不选。那你就只有等死了。死就死吧，就为了那所谓的原则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弗兰德声音里面夹杂着愤怒，他认为你实在是愚钝，难道不知道自己是高贵的魂师，竟然还在乎平民的清白？能和魂师上床，何尝不是平民的荣幸？您不必再劝了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萧哥，我好心让老师救你，你非但不感激，还这样说，救你清高，我就是那粗鄙之人。而弗兰德到底还是爱才，他见识过马红俊邪火凤凰的强大，而你先天满魂力只会比他更具潜力，他不想放弃你。这邪火你谢是不谢？凤翱翔于千仞兮，非吾不及。罢了，人各有命，你好自为之。红俊，我们走。很快，茅草房内只剩下你一人，五脏六腑宛若被灼烧一般，让你痛苦。难道我就要这么死了吗？你实在是不甘。穿越斗罗，你本就是一名弃婴，吃着百家饭长大。武魂觉醒当天，你原本窃喜自己觉醒邪火凤凰，可当得知自己是先天满魂力时，你感觉天都塌了。这意味着你邪火发作时要比马红俊的更加凶悍。若是可以，你宁愿不要这天赋，只求清白的活下去。此刻你感觉身体越来越烫，全身的肌肤都渗透出邪火。若是再这样下去，等待你的只有身体自然化为灰烬。恍惚之间，你忽然想起前世所记忆的冰心诀的咒语，你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念了起来。一段时间过后，竟然真有一丝清凉之气从内心深处诞生，体内的邪火好像有了缓和之势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邪火很快开始猛烈反扑，你强忍剧痛在地上打坐，再度默念冰心诀。迷迷糊糊之间，你却是疼昏了过去。翌日，弗兰德还是忍不住前来看你，一旁的马红俊却唠叨了起来：老师，他死活都不愿意发泄邪火，我们还管他做什么？就他一个人清高是吗？好像我就很龌龊一样。弗兰德瞥了马红俊一眼，他昨晚带他去窑子里面泄火，虽然自己没有旁观，但是房间里面传出的声响还是让他联想到气不堪的一幕。明明邪火已经发泄完了，但是还对窑子里的女人恋恋不舍。说实话，弗兰德心里对他有些失望。而你虽然昨晚让他恼羞成怒，但他心底何尝不是对你有一番欣赏？想到这里，弗兰德推门进来，可顿时他的神情一紧，只见你躺在地上，面色苍白，空气之中弥漫着淡淡的烧焦味。难道昨晚邪火已经爆发了？弗兰德凑上前去查看，可就在这时，一朵妖异的火焰突然出现，朝着弗兰德飞去。恐怖的高温似乎就连空间都被烧得扭曲，逼得弗兰德不得不使用武魂真实。本想凭借强大的魂力将这缕火焰熄灭，然而这团火不仅直接将弗兰德的魂力丢失，甚至燃烧得更加旺盛。都是邪火，这凌霄的怎么和马红俊的不一样？最终，弗兰德不得不召唤出来10几道风刃，这才将这一缕妖异的火焰切碎熄灭。刚刚的动静让你也醒了过来。老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昨天晚上你的邪火爆发了，你居然没死。只是侥幸罢了。就算你这一次撑过去了，下次爆发你还能承认吗？你的邪火只会一次比一次恐怖。你就听我的，我去给你买个小老婆。然而你却丝毫没有动摇。老师您不必劝我了，我要离开学校了。你一个刚刚觉醒武魂的孩子，是想要走去哪里？是想在死之前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吗？事实上你并非死板的人，虽然冰心诀暂时压制了邪火，但邪火会随着等级提升日益强大，终有一天冰心诀会不起作用。此刻离开只是为了寻找仙草，何至于此啊！一介少年为何这般冥顽不灵？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唉，红俊，我们走吧。此刻你仍然感到身上有些余痛，既然清心诀能够压制邪火，那么前世的八段锦还有五禽戏会不会也有功效？说着，你将它们都打了一遍，身上的余痛竟然真的有缓解。不过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，必须得弄到仙草才行。可冰火两仪眼里的仙草基本上都有剧毒，如何使用它们也是一个问题。这时你在手掌上唤出自己的邪火，你突然发现这火焰温度奇高，难道这是极致之火？这种东西可是毒素的克星。原著中唐三就是借助烈火性胶书和八角玄冰草，得到2种极致属性，这才让自己百毒不侵，水火双免。那这么说，我这极致火焰想必也能免疫仙草的毒性。眼下就是要找到冰火两仪眼所在。
不过现在自己区区一个少年，想要深入森林，必须得先给自己搞个魂环。至于如何猎杀，这极致的高温，让这火焰在霸道的同时，还具有极强的附着效用。一旦沾上，就宛若复古之躯，挥之不去。若是用来猎杀百年魂兽，想来也是足够。于是你利用仅有的存款买了一副弓箭，在箭头上抹上牛油，然后催动魂力点燃箭头，接着拉弓对准远处的一棵大树。很快，仅仅数秒，那棵大树便被烧焦。不错，这威力，只要命中，一般的百年魂兽根本扛不住这极致的火焰。准备好一切，你出发来到森林之中。走了很久，一只500年左右的火翅鸟慌不择路地飞往这边，它的脚上似乎受了伤。百年火翅鸟，这种魂兽一般不是在树林中心吗？我居然在树林外围遇见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它马上就是我的魂环了。水婆婆，那只火翅鸟哪儿去了呀？我的魂环怎么办呀？冰儿啊，别急，那火翅鸟已经被我重伤，它跑不远的。正当你上前准备吸收魂环时，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道愤恨的声音。那好像是我的火翅鸟。哪家不长眼的小子，竟然敢抢我们的猎物！你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穿天蓝色素朴服装的老奶奶，身后还跟着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。这明明是我杀的，怎么成你们的魂兽了？小哥哥长得好俊俏啊！小伙子，让你身后的大人出来，我们理论理论。我没有大人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区区一个6岁的少年，怎么能杀得了百年火翅鸟？你不信，那我展示给你看。火凤凰，附体！这个小哥哥的武魂居然也是凤凰，武魂居然是火凤凰。不过你连第一魂环都没有，更不可能猎杀这只火翅鸟了。我证明给你看。这火焰好高的温度，难道你是变异武魂？我没有老师，也没有魂师长辈，刚才就是这样杀死这只火翅鸟的。身上没有魂导器，衣服也一般，看来他应该没有说谎。你这样的天赋，为何没有老师？火凤凰可是顶级武魂，光凭你这火焰判断，你的先天魂力应该不低。这样的天才放在哪里都是抢手货，怎么会沦落到独自狩猎魂兽？我是孤儿，我的武魂具有缺陷，必须要宣泄邪火，否则就会爆体而亡。而我不愿意用那肮脏手段宣泄邪火，所以没有老师看得上我。宣泄邪火？难道是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没想到你个性还真是强。水婆婆，小哥哥说的宣泄邪火是什么意思呀？不宣泄的话，他会死吗？水婆婆，我不想小哥哥死，我们帮帮他好不好？帮？这怎么帮？是你帮还是我帮？唉，罢了，我先帮你护法，你先吸收这个魂环吧，至于其他的之后再说吧。多谢老婆婆，我叫凌霄，不知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凌霄哥哥，我叫水冰儿。水冰儿，这就是将来天水战队的队长，拥有冰凤凰的那个女生，她可是先天满魂力啊！更重要的是，她的武魂是极致之冰，要是她愿意出手帮助，说不定真有机会解决的自己的邪火。凌霄哥哥，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，冰儿的武魂也是凤凰呢。小冰，当水冰儿将武魂召唤刹那，冰火双凤凰同时都发出一声兴奋的啼叫。这难道是武魂亲和度100%的现象？水冰儿也能感受到这一丝亲密的联系。行了，你快开始吸收魂环吧。好，我这就开始。冰儿，你们俩的武魂都是凤凰，说起来还真是有缘。水婆婆，反正凌霄哥哥也没地方去，不如我们收留他。换作是平时，出门捡到这样一个天才，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只可惜他的武魂有缺陷，注定走不长远。水婆婆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是我刚刚感觉到我的武魂能压制他的邪火。冰儿，你说的当真？要真是如此，收留他又何妨？
水月很清楚，像你这样的天才，只要不夭折，将来必定成为强大的魂师。半晌，你睁开眼睛，吸收魂环之后，魂力来到12级。500年的火鸟，你吸收起来竟然没有一丝阻碍，看来你的先天魂力和身体强度都不低呀。你的魂技是什么？多谢老婆婆为我护法。我的第一魂技名为凤凰凌雨阵，我这就展示给你们看。说着，你对着一片空地微微抬手，只见一头火凤冲天而起，无数赤色灵雨从天而降，妖冶的邪火熊熊燃烧，瞬间地面寸草不生。而这还没完，接着无数条赤红锁链将一整片空间都封锁。第一魂技就有如此威力，而且还是群体攻击。事实上，你的邪火还具备燃烧魂力的属性，能够吸收别人的攻击，助长火势。水婆婆，如今我的第一魂环解决了，可冰儿妹妹的魂兽却没有了。但是我想到一个更加适合她的魂兽，那就是寒冰梨。寒冰梨，的确，这种魂兽很适合她。但寒冰梨一般生活在水下很深处，光是天上飞的我都追了好一阵，这水里游的岂不是更难捉？我曾经在一本书籍中见过一篇关于寒冰梨的记载，之所以它们这么难捕获，主要原因现在正处于秋夏之交，湖面上没有冰块，寒冰梨不会浮出水面，但只要改造环境就有机会。这样吧，我们去钓鱼，直接把它钓上来。啊，他在说什么胡话？钓鱼有趣，水婆婆，我们去把寒冰梨钓上来。在你的建议下，众人来到一个湖泊边上。老婆婆，想必你也是冰属性的魂师吧？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情？什么事？能不能在这湖泊边上造一个浮冰？没问题。出来吧。去。好了，不过你要干什么？寒冰里对于温度极其敏感，而且十分喜寒，它们很快就会聚集过来。你们在此稍等一会儿，我去准备一些东西。你确定这能行？没错，寒冰里喜寒，爱吃冰块。一会儿我将它引出水面，你趁机把它拿下。行，就按你说的来。快，就是现在！冰儿，快动手！哦。最终由水冰儿用一柄匕首将其结束生命。随即他盘膝坐下，开始吸收魂环。1个时辰之后，水冰儿睁开眼睛。水婆婆，凌霄哥哥，我成功了！太好了，你的魂技是什么？我去树林里演示给你们看。不愧是冰凤凰武魂，魂技威力比起同龄人强大不少。夜幕降临，在篝火旁边，你用前世所学的烤鱼招待了2位。林小子，你有没有想过身上的邪火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过一天是一天喽。你才6岁，精彩的人生还没开始呢。你难道希望我变成一个牛虻？看见女人就扑上去吗？最后变成被邪火操控的野兽吗？此话一出，水冰儿面色发白。不要，冰儿，不要凌霄哥哥变成这个模样。其实你的邪火我有办法的，我的武魂和你的武魂属性相反，我可以帮助你压制身上的邪火。凌霄哥哥，你没有地方去的话，要不来我家吧，我家很有钱的，可以养你的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是个小富婆。还是先去找独孤博吧。假如没有找到仙草，加入水家确实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凌霄哥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信你，我当然信。不过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，就在天斗城，你们浓于称心，你们无需担心。那这样岂不是更好吗？我和水婆婆可以陪你去天斗城，等你解决完邪火的弊端，就跟我回去，好不好？这小妮子好像对拐我回家有着很强的执念。冰儿，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，难不成我一直解决不了邪火，你就一直等我吗？等个几年？而且相比起加入某个家族，我还是更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。什么嘛，凌霄哥哥就是不想跟我回家。哦，
这样吧，我们约法3章，你给我一个地址，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我写信约你出来玩。我保证，水冰儿是我凌霄一辈子的好朋友。简单对付一人。次日，水冰儿两人一路护送你到了天斗城。我到了。凌霄哥哥，一定要给我写信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和水冰儿挥手告别后，已不舍得走向面前这座宏伟的城市。玫瑰酒店，这名字好耳熟，今天就住这里吧。老板，我要住店，还有房间吗？小子，外面这么大雨，还好你运气好，还有最后一间。我要了，多少钱？500铜币。这么贵？哪里来的土鳖，穿成这样，没钱就滚出去。算了，我这点钱就留下明天填饱肚子用吧。这是……这难道是那小丫头给的？我没有铜币，这些金币够不够？够的，我这就为您办理入住。请进，这是最后一间房了。这装修当真别致，不愧是玫瑰酒店。这里没什么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那就不打扰了，祝您居住愉快。魂环的问题解决了，现在的目标就是仙草了，这就必须得去接触那个人。可是独孤博性格古怪，弄不好把自己玩死了怎么办？有了，那就从这个人下手。相比于独孤博，独孤雁就比较好接近了。有件事一定会引起他的注意，那便是他武魂上的缺陷。独孤雁虽然有顶级武魂碧鳞蛇，但这武魂却让他和独孤博一样身中剧毒。我完全可以以解决他们中毒之事为要，向他们讨要仙草。为此，你连续几天都在天斗皇家高级学院蹲守。终于放学了。燕燕，你看，又是那个小朋友，这几天都能遇见他。每次你一出现，他的眼睛都离不开了。还是你的魅力大啊，连人家小朋友都遭不住。别胡说，人家可能是喜欢我们学校。请问你是独孤雁小姐吗？哟，这是准备来表白了呀？冷冷，你说什么呢？他还这么小。小弟弟，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没想到这独孤雁态度这么好，早知道就直接来，害我徘徊那么久。她身材确实是不错，应该有很多人喜欢她。小燕姐姐，我想见你的爷爷一面。小弟弟，你为什么要见我爷爷？都要见家长了，那还用说，肯定是提亲呗。冷冷，不要教坏了小朋友。我找独斗罗有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我知道碧鳞蛇武魂的缺陷，并且我还知道如何解决武魂缺陷的办法。小朋友，你家里的人在哪儿？快点回家吧，姐姐也要走了。小朋友，喜欢大姐姐就喜欢呗，还编什么借口？燕燕不同的话，要不你考虑一下我？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再捏我脸试试。独孤雁是吧？我觉得你的碧鳞蛇武魂就是垃圾，你的碧鳞蛇毒也是这世上最垃圾的毒。现在我正式向你发起挑战。你再说一遍。小朋友，你疯了，拿人家的武魂说事，别人会认真的。我再重复一遍，独孤雁，你引以为傲的碧鳞蛇毒在我眼里就是垃圾。我正式向你提出赌斗，输了的人要答应赢家一个条件。好，我和你赌，今天必须给你这熊孩子一点教训。不过输家要答应赢家3个条件。这小子明明长得很讨人喜欢，嘲讽什么不好，偏偏嘲讽人家的武魂。那我们换个地方。燕燕，不要打坏了小朋友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的。凌霄，12级魂师，武魂邪火凤凰。邪火凤凰，凤凰武魂，难怪说话这么嚣张。12级，小弟弟，自信是件好事，过度自信可不行哦。独孤雁，28级大魂师，
武魂碧灵蛇。姐姐小心了，第一魂技凤凰灵雨阵。没想到这小子的魂技竟然堪比大魂师，碧灵蛇毒。小屁孩，我这毒连一般的魂尊都承受不住，你要是求饶的话，姐姐就给你解药。这毒也不怎么样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毒物怎么消失了？不过没关系，想必你已经吸入我的蛇毒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毒发身亡。如果你就这点能耐的话，那战斗就该结束了。你这魂技居然有第二段！你要是能挣脱出来，我就认输。你这魂技为何如此强大？别得意的太早，你已经中了我的蛇毒，活不久了。到时候你死了，这魂技无法维持，也就消失了。最后还是我赢。忘了告诉你，我的火焰是极致之火，我武魂独免。什么？燕燕，你输了。人家本来就是以弱博强，的确是我小瞧他了，我甚至都没弄清楚他的武魂性质。燕燕，别忘了你还欠他3个愿望呢。你该不会是想赖账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要赖账了？他不是还没说吗？我独孤雁，言必信，行必果。我要是当小弟弟的女朋友，岂不是可以利用这3个条件？到时候我要燕燕当我的贴身女仆。小弟弟，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？白捡一个女朋友哦。冷冷，你正经一点行不行？别骚扰小朋友啊。独孤雁，我来找你是真的有正经事的。方才你不是说答应我3个条件吗？我第一个条件就是希望你带我去你家，我找毒斗罗。第一天就去家里，太快了吧？要不先在外面开一间房间？冷冷，你真是够了。你这个巫女是要教坏小孩子吗？好了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听听小弟弟怎么说。燕燕姐，我就直说了，你的碧灵蛇武魂是真的有缺陷。这个缺陷虽然不会影响战斗，但是会影响人的寿命，除非是有机缘，否则但凡是碧灵蛇武魂拥有者都活不长。小弟弟，你怎么在这说胡话呢？燕燕别听他的，童言无弊。冷冷，他没说错，早逝，这正是我独孤家的一个诅咒。从前我一直不知道原因，难道真如他说是武魂缺陷？这也正是我找毒斗罗的原因。我想和他做笔交易。一个小屁孩居然要和堂堂封号斗罗做交易。小弟弟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问你，你是好心还是坏心？有何目的？我只是想借救你们的机会，救救我自己。因为我的武魂也有缺陷，你们的武魂缺陷不解决，还能活个几十岁，而我的武魂缺陷不解决，就没几天好活了。对不起啊，小弟弟，但是你见我爷爷应该是很难了，他出远门了，一走就是几个月。没事，我可以等，我住在玫瑰酒店。这倒是不远，你家人呢？怎么不见他们一起来？我是个孤儿，我没有家人。要不这样吧，小弟弟，你干脆去住我家，我妈很好说话的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。住他家干什么？他家一脉单传，他妈妈整天想着找个上门女婿，你住着住着，小心变成童养夫了。住我家吧，我家除了下人就我和爷爷。好吧。